其实在中国，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远程申请到美国的信用卡，可以在中国消费，可以绑定支付宝、微信来付款，非常明确的升级为免押金信用卡的方法，直接在手机银行查看美国信用记录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有一张美国的信用卡的用途非常多，我们可以用美国信用卡来海淘，不用担心被砍单。我们可以用美国信用卡来支付 YouTube 的会员，订阅 Netflix， 丰富我们的生活。更进阶一点的玩法，我们可以用美国信用卡的消费积分兑换现金，兑换机票和酒店。如果使用频率和金额都比较高的话，一年兑换2张中美航班的机票也是绰绰有余。高端的信用卡还有机场贵宾厅、接送机服，可以说是玩法多多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一张美国信用卡可以帮助我们积累美国的信用记录。如果日后计划去美国工作生活的话，良好的信用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融入美国。比如说可以拿到比较高的信用贷款额度，租房的时候有的房东也会要求查看信用记录，找工作的时候良好的信用记录更是加分项。有的小伙伴会说，美国信用卡再好和我也没有关系，我人在中国肯定是申请不到的，即使申请了，在国内也用不了美国的信用卡。那么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在中国，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远程申请到美国的信用卡，而且美国的信用卡可以在中国消费，可以绑定支付宝、微信来付款，淘宝、拼多多、京东购物都是可以用的。那要如何在中国申请美国的信用卡呢？在2021年12月的时候，我向大家分享了 Stable 美国支票账户和信用卡账户的申请教程。在2022年2月的时候，我又向大家分享了 Capital One 信用卡账户的教程。目前这2种方法都依然有效。就在本周，还有很多小伙伴和我反馈，通过我的方法已经顺利申请成功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，观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。如果是新手申请，建议先申请美国的押金信用卡。在中国目前是没有押金信用卡的，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。其实押金信用卡顾名思义，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申请美国的信用卡，银行并没有我们的信用记录，银行为了控制风险，要求我们先缴纳一部分的押金，然后才会给我们发放信用卡。比如说我交了1000美元的押金，那么我的信用卡额度就是1000美元。我们拿到信用卡一般使用半年或者1年，银行觉得我们是诚信的，能够按时还款，这个时候银行就会把我们的押金退还给我们，我们的押金信用卡就变成了非押金的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了。一般我们第一张美国信用卡，也就是信用鉴定阶段，申请一张押金信用卡是门槛最低的、成功率最高的途径了。而一旦我们的押金信用卡变成了免押金信用卡，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卡片半年之后积累了不错的美国信用记录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申请其他银行的更高阶的信用卡了。我自己第一张美国信用卡就是赛豹的押金信用卡，起初觉得赛豹是网络银行可能会不靠谱，担心用一段时间就给我销户了，于是又研究申请了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。2张信用卡目前我都使用超过半年的时间了。Capital One 的优势是可以无限生成虚拟信用卡，对于刷单更友好，也更加安全。另外消费也有 1.5% 的返现，但是 Capital One 迟迟不给我转换成免押金卡，心里也还是有些不爽的。刚好最近看到了 Stable 这边又有新动作了，官方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升级为免押金信用卡的方法，门槛不高，可操作性强，而且 Stable 马上就会推出直接在手机银行查看美国信用记录的功能。还有一点是赛豹每笔消费有 1% 的返现，即使是通过支付宝、微信消费也有返现。我的赛豹账户目前已经使用了9个月，非常稳定，而且官方也在不断的更新手机银行，推出新的功能，让我感觉到 Stable 这家网络银行的体验还是不错的。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Stable 押金信用卡要怎么样操作才能升级为免押金信用卡。如果还没有赛豹账户的，可以去看我这期视频申请赛豹账户。我们打开赛豹的手机银行，点开第3个菜单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部分的内容，上面是我们目前升级为免押金信用卡的进度，下面是即将可以看到信用分数的预告。我们首先来看如何才能升级为免押金的信用卡。首先这个进度条向我们展示了目前的升级进度，
最快我们是可以用4个月的时间升级到免押金信用卡的。比如说现在是8月份，只要我们每个月都满足 Cyber 的升级条件，我们就可以在12月份的时候升级到免押金的信用卡。我们点击这里查看更多里程碑，这里的里程碑其实就是升级进度了，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而已。下面是具体每个月我们需要满足的条件。首先第一个，每个月至少消费250美元，也就是1700人民币左右，这个非常容易达到。第二个条件是每个月至少消费15笔，这个也比较简单。比如我们给美国手机卡充个话费，买个 YouTube Netflix 会员，如果是没有美元消费，那么绑定支付宝微信消费也是可以的。支付宝和微信消费的金额同样也是计入250美元的计划内的。第三个条件是押金信用卡额度至少是200美元，如果不足200美元，我们直接点击这边的现在设置，然后我们在这边滑动圆环调整到200以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边需要我们的支票账户余额有超过200美元。我是今天刚准备升级到赛宝卡的，转入赛宝的钱还没有到账，到账后我们直接在这里把额度提升到200美元以上就可以了。第四个条件是一次信用卡支付，这个条件相信都能满足。第五个条件是每个月需要至少有150美元的周期性存款。那么什么是周期性存款呢？我们点击这里的现在设置，可以看到这边出现了很多公司的图标。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用 Cyber 来做工资卡，每个月至少要有150美元的工资收入。如果大家有海外业务，比如说做 Google 的 Sense 收款或者其他联盟收款，用 Cyber 的支票账户来收款就可以满足这个要求。如果没有的话要怎么办呢？其实操作也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只需要把 Cyber 绑定到我们的美股券商账户，然后每个月在券商后台通过 ACH 向 Cyber 的支票账户转入150美元就可以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通过 ACH 渠道，电汇是不可以的。只要连续4个月满足以上5个条件，在第5个月的时候，我们信用卡的押金就会退回，变成免押金的信用卡。我个人觉得有明确步骤和条件的升级是最吸引人的啦。Capital One 虽然说品牌比较大，但是升级还是没有套路可循的，所以就放任自然吧。接下来几个月我好好养一下赛宝的信用卡，如果后面升级成功，我会第一时间向大家汇报。如果大家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有什么疑问，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，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。如果大家在申请赛宝账户过程中有什么问题，或者缺少什么资料需要我帮忙代理申请，都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